哇，长腿迷人，杨柳细腰，长发飘飘，这得是女神级别的吧？哎，没听说公司来新人啊，会不会是客户啊？哎，谁？你自己去看不就知道了。美女，你东西带了。你不会想说带的是你亲吧？姚晨，你搭讪的套路是不是得改一改？小陈，嗨。啊？严小晨怎么变这样了？我刚以为我跟 Cindy 姐说话呢。看什么呢？上班时间不用工作啊。聊什么呢？哎，程总，哎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我的作品呀。陈总早，你们干嘛呢？乔总早。走。怎么了？啊？问你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哦，挺好的，不错。不过你们俩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？我们是上下级关系，有什么好坏之分吗？我这样对他只是因为我们公司的形象考虑。哦，有问题吗？哎，问你呢，觉得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啊，不错，不错。嗯。啊，谢谢。工作了。好。啊，对，我要去厕所。焦总。李逵，哎，办公室。Cindy姐，咱来商场干嘛呀？来商场能干什么 ？shopping 咯。不是去见跟我们公司有合作的赵总吗？叶小晨，我一直觉得你的衣品太差了，每次跟我出去对外活动，我都觉得你严重影响公司的形象。左思右想，治本是来不及了，先给你治治标吧。可我今天下午还有好多工作没做，我现在也没心情逛街。作为你的上司，我认为现在对你来讲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买衣服。你听还是不听？反正上班时间我说了算。试一下。哎，我不是。小姐这边请。算了吧。不是也可以，这个月的奖金不要了。看不出来啊，严小晨，身材还可以嘛。行，我那2件衣服和他这一身都要了。哦，我都不要。那辛小姐，包了。好。这太贵了，我不能收。收？我说要送你了吗？啊？这是从你工资里扣的。我工资已经不能再扣了，分期吧。我分期的名额也没了。晚了。我自己来。没关系的，小姐，您可以先试试看，不买也没关系。就要这双了。可是太贵了，Cindy姐。从你下个月的工资里扣吧。辛小姐，您来了，这边稍坐，我去帮您安排技师。Cindy姐，我下个月、下个月、下个月的工资都已经透支完了，没钱了。啊？那怎么办啊？要不您慢慢坐，我在楼下等你。哎，我请你。好吧。辛小姐，坐好了。
您帮您闺蜜选的颜色真适合她，二位再休息一下吧。她竟然说咱俩是闺蜜，咱俩像闺蜜吗？笑什么？能看到你这样，今天还挺值的。还挺值的。叶小晨，你这么说对得起那些漂亮的衣服和鞋子吗？我对这些东西又不太感兴趣。这可由不得你。你听说过凡伯伦效应吗？凡伯伦效应就是商品标价越高，越能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。这么说虽然很讨厌，但是你必须得承认，一件昂贵的衣服，一双价格不菲的鞋，的确会让你看起来价值更高，在商务谈判中更有气势。所以你不能舍不得花钱，这是在为你的未来投资。又怎么了？我是觉得你一本正经的时候，感觉像在捉弄我，但是你在捉弄我的时候吧，我又觉得你挺一本正经的，就是这个感觉特别微妙，我也说不好，好像是有点。叶小晨，你是把技师的衣服穿上了吗？按摩服呀。我只是不太习惯脱了衣服按。所以你要穿着这个按摩？嗯。你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我可以自食其力，你不相信我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，你不相信我可以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其实你一直觉得我比不上那个程志远，我永远不可能有他那么有能力。怎么了，小陈？做一半就出来了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有什么事儿可别憋在心里啊，容易憋出问题。而且啊，难的事情说出来就不难了。这样，鞋子允许你分3期给我。 5期。成交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。你有男朋友？嗯，很奇怪吗？没有啊，就是觉得你深藏不露的。为什么吵架呀？我们之间有点误会。他认为我不相信他的能力，但是我其实是不想他为我牺牲太多了。你这个男朋友是不是不如你优秀？不啊，他很聪明的，而且他特别会说话，个子高高的，长得又帅，笑起来的时候还特别好看。我说的不是这方面，是个人能力问题，就是说他学习是不是不如你好，然后工作是不是也不如你？那这倒是有点。这就对了。我跟你讲，小陈，男人的自尊心啊都是很强的，他们都是想找那种被女人需要的感觉。我看你不用猜我都知道，你是不是从来不会跟他们提要求？你这样会让男人非常没有存在感，他们会觉得你不需要他们，甚至轻视他们。
很伤自尊心的。可是我觉得他为我做的事情也会伤害他的自尊心。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啊？这个问题你要换个角度去想，男人为你做事情是为了什么？他们就是为了为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得到你的赞美，得到你的，就好比，你好棒啊，这种事情都能做得到。我没有你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你怎么那么棒啊？不要离开我。谁？哦，我感觉你根本没有明白，我可能白说了。你再想想，我去买单。哎。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. 哇，长腿迷人，杨柳细腰，长发飘飘，这得是女神级别的吧？哎，没听说公司来新人啊，会不会是客户啊？哎，谁？你自己去看不就知道了。美女，你东西带了。你不会想说带的是明星吧？姚晨，你搭讪的套路是不是得改一改？小陈，啊？叶小晨怎么变这样了？我刚以为我跟 Cindy 姐说话呢。看什么呢？上班时间不用工作啊。聊什么呢？哎，陈总，哎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我的作品呀。陈总早，你们干嘛呢？乔总早。走。怎么了？啊？问你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哦，挺好的，不错。不过你们俩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？我们是上下级关系，有什么好坏之分吗？我这样对他只是因为为我们公司的形象考虑。哦，有问题吗？哎，问你呢，觉得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啊，不错，不错。嗯。啊，谢谢。工作了。好。啊，对，我要去厕所。焦总。李逵，哎，办公室。陈总，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公司说，非得来这儿啊？
没什么，就是想问你一下，最近跟沈侯怎么样了？怎么会问这个？我俩是出了点小问题。其实爱情这个东西啊，如果两个人要是真的不合适的话，也不用勉强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怕，如果你们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沈侯迟早有一天他会伤害你的。如果注定结局是这样，那还不如长痛不如短痛。我知道您一直都很关心我。您刚才说的这些道理呢，也都是为了我好。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，我也有我自己的解决方式。我和沈侯之间就只是需要磨合，我们没有任何原则性的问题，所以我觉得您不用过于担心我们。你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上班了。那要是有呢？有什么？原则性问题。如果真的有，我会和沈侯一起努力的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，也用不着您来操心。请。沈先生，有人找你。找我？谁啊？你等一下啊！过来坐。随便坐。这半个月，你还好吗？你过得倒是挺好的。对不起。我知道你送外卖是为了我，那天是我的错，是我说错话了，对不起。能让这事儿过去吗？我算了一下，我的工资每个月除去要还陈志远的钱，剩下的如果节约点是够咱俩的日常开销了。你的工作可以慢慢再找，但是我不希望你再做这么辛苦的工作了，可以吗？沈侯，我需要你不是因为你多能吃苦多能赚钱，是因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非常开心，我非常快乐，我不能没有你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们的关系再进一步的话，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误会了？那怎么样再进一步？你不是跟我说你想结婚吗？
你是认真的吗？我其实已经把户口本拿出来了，我只是一直没告诉你。他这么优秀，你又没工作，拿什么养活他呀？我肯定会找一个很好的工作，我一定会把您还有小小照顾得好好的，你妈就绝对不会再问别人借钱了。我可以的。对不起，小小，我不能跟你结婚。不是我不想，是你现在看看我，我现在这样落魄的样子，我怎么跟你结婚？我拿什么跟你妈保证？我能给你幸福吗？我可以什么都不要。可是我要，我是个男人，我要赚钱，我要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我让你不再开口向别的男人借钱。我要正大光明的把你带到我爸妈面前，告诉他们，我可以养活你，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，依然这种想法、这种语气告诉我，你可以什么都不要。所以你不想结婚？我想，我太想了，可是我现在不能。我明白了，我走了。小小，对不起，你能不能再多给我一些时间？没什么好对不起的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梁小晨，你会做饭吗？我会啊。门没锁，自己开门就好了。谢谢姐。门口有拖鞋，自己换。阿姨这几天病了，有点乱。哟，你什么糊了呀？啊，有味儿啊？嗯，我面糊了，我刚到了。我感觉我跟厨房的关系好像总是处理不好。你需要我帮你吗？这样，你先尝尝我煎的牛排。哎呀，你是要我帮你试毒吗？这500多块钱一块呢。魔女做的饭果然也是这么的魔幻呀！你自己试过吗？我专门留给你的。我看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看你这还有什么吃的，我要找找啊。小陈来了。
他还是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。我在这段感情里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我也在拼命的为他改变。可是为什么我看不到希望？我不是不想结婚，我只是不想一无所有的跟他结婚。你明白我的？不是，我明白。你等会儿，他刚才来这儿是跟你求婚的。不是，猴子，我觉得我得说你两句啊，这事儿你不对啊，你这就有点矫情了，你知道吧？他能跟你结婚，就证明他对你是认真的，你这就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。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吗？别说求婚，魏彤就是能答应跟我在一块儿。喝酒。哎呀，行了，过去了啊。这不小陈吗？那男的是？不是猴子，这肯定是个误会，这绝对是假的。这照片。小侯，你别再污蔑小小了，我对他什么都不会变，你别再费劲了。烦不烦啊？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肯定是假的啊！他不是那样人。满足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没什么事儿。没什么事儿，你给我打电话？哦，好像是我打的啊。当然了，什么事儿啊？我跟他求婚了。啊！你求的婚？嗯。姚晨，我真是小瞧你了，你女英雄啊！什么时候结婚？他拒绝你了。好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呀。挥别错的，才能跟对的相逢；分手才能有更好的等着你。可我没想着跟他分手。我跟他吧，你可能不太了解，他对我来说特别重要。就在他没出现的时候，我的世界只有两个颜色，一个黑，一个白。可是当他出现了，他就像一束阳光一样，把我整个世界都照亮了，还给我带来了五彩缤纷的颜色。这就是我离不开他的理由，这是他的魔力啊！我没有想到你对他这么迷恋。那如果你俩真不合适呢？不会的。大学的时候，你们两个是可以很纯粹的谈恋爱，享受爱情。可是等到了社会上，你们要共同面对生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两个人一样的人生观、价值观比什么都重要。要有一样的追求，要有一样的步调。现在的你，为工作努力，为现实筹措，他在干嘛？他追得上你的步伐吗？难道这个不会伤他自尊心吗？你们的问题会越来越多的，矛盾会越来越升级的，然后到最后你们就真的根本没有办法去面对。好了，行，我现在不想再听这些事儿了，咱换个话题聊聊。那我们聊点什么呢？
说一说我。你别看我跟你说的头头是道的，其实，在爱情面前，我才是一个十足的失败者。程志远是我前男友，你知道吧？他跟你说的。他还跟你说什么了？没了。他就没有告诉你，我们俩的开始是因为我的阴谋。我为了能跟他在一起，在一个下着大雪的天气里，把他约到了我们学校的实验室。你找我来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吗？我们直接点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很好啊。做你女朋友怎么样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没想交女朋友。现在可以开始打算了。好，那你容我考虑一下。你有2个小时的时间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让詹姆斯把门锁了，也就是说，在未来的2个小时的时间里，这里只有你和我。你有这么赶时间吗？我只是不喜欢拖泥带水。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的答案。说2个小时就2个小时，你有的是时间慢慢考虑。计时开始。到时间了。我考虑清楚了，我暂时还不打算交女朋友。知道了。坐这儿。怎么了？你发烧了？如果你不喜欢我，不想跟我在一起，不要在这个时候对我这么好。过来。给我。Lucas，你想好了？是，我想明白了。Stop。怎么了？什么？
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，他根本就不爱我，就连喜欢也只有那么一点点。但是对我来讲足够了，因为我很自信，我觉得我那么优秀，他会慢慢爱上我的。我们大学毕了业，我收到了他所在公司欧弟的 offer， 当时所有的人都在祝福我们，可是没想到。志远，你怎么了？胳膊怎么了？胳膊动不了了。我没有想到这场意外居然改变了一切。其实我跟他相处的这2年，我们也不像正常情侣那样，我们也就是牵牵手，拥抱一下，甚至连接吻都很少。所以我有预感，我们不会坚持太久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他回了中国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很快又回到了美国，并且很决然的要跟我分手。几天前，我在欧弟辞职了。你辞职了？那你怎么都没跟我商量啊？人家是为了你才进的欧弟。我有别的打算，我打算回国创业。你要回中国？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我朋友和家人都在这边，我总不能跟你回中国吧？你想过这些吗？还是说，你根本没有打算让我跟你回中国？我从来就不在你未来的计划里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未来，而不是在谁的计划里。给了。我。为什么突然要分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以为他爱上别的女人了，所以我就赌气答应了跟他分手。可是我后悔了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的手机已经换号码了，所以我们就失联了1年多。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知道他在寻找创业伙伴，我就顺着消息找到他，想加入他的团队。我没有想到他会答应，可是他对我的态度，就好像我们之间那段感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他这么渣呀？后来乔宇也加入了，我们3个一起创建了 DH。其实我在他身边的时候，有很仔细的观察过，可是我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暧昧的对象。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都变了，又说不清楚是哪里变了。他对于所有事情都变得很冷漠，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工作里。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为了引起他的注意，我甚至陪他加班。我还很讨厌乔宇，因为我幼稚的觉得乔宇来了，让我在他心里连能力很强的这个地位都不保。所以你还说我是迷恋，你不也一样吗？我一直觉得陈志远对你有意思。不可能，你别想多了。
你一定要相信我的第六感，我很了解他的。陈志远这个人对所有人都很好，只有对你，在你的事情上，他的情绪总是表现得很特殊。他跟你说过他有个妹妹吗？他有个妹妹。对啊，他跟我说过，我跟他妹妹感觉很像，所以我觉得他对我好，可能是因为出自于这种情愫吧。你不觉得这个听起来特别像大叔欺骗小女孩的一种套路？其实跟你说了这么多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感情就要当机立断。如果你决定不分手，那不管有多少的误会，不管有多少的阻碍，你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。但是如果你一旦决定分手，你就要快刀斩乱麻，不要像我一样拖拖拉拉，这样你才有空间去追求你自己的幸福。你喝了一宿啊？不是，你换个姿势也行啊。你告诉我这什么酒啊？为什么喝不醉啊？这不含酒精。不是，你不能喝了！别，一宿了，大哥再喝糖尿病了。你可真行。我本来觉着吧，失恋了，留着胡子喝顿酒特酷，现在看你这样，一点都不酷。我告诉你，咱俩从小就认识，你一直都是意气风发的样子，什么时候像现在这样过？你让一个女人折磨成这样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行就在一起，不行就拉倒。大男人就得坦荡一点。照片的事儿，你要是真是特别在意，你就直接去问他去，总比你在这自我折磨好吧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沈侯，这次你别说我不站在你这边啊，你要还是现在这个样子，严小晨有一天要是不小心真的被谁抢走了，你可别后悔。你回来了，你没吃饭吧？我给你弄吃的去。香香，对不起，我想通了。本来我是想，等我有能力的时候，我再风风光光的娶你。可是比起未知的将来，我发现我更怕你提前被别人抢走。傻瓜，有没人和你抢？不哭，哭了就不漂亮了。香香，我们结婚吧。行业渐受风头追捧。据统计，上半年国内电子商务企业已经完成23笔融资交易，总融资规模达到3.3亿美元。而在请假了没？不会不记得下午要去干嘛吧？总融资金额达3.37亿美元。6月份，
共有9家企业宣布获得风投，总规模超过1亿美元，为电子商务行业融资史上最活跃的月份。企业掀起自建物流风，物流体系已经成为限制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。货不对版，难以验货后付款，已成为网络购物的致命伤。跟谁发消息呢？笑这么甜蜜啊！开会的时候就分神，小心我跟 Cindy 姐举报。举报别人之前，先检讨一下自己。这份报告写得一塌糊涂，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哦。喂。沈总的文件你帮我给他吗？希望我出来的时候还能再见到你们。加油加油！老板，你的资料。好，放那吧。怎么？还有什么事儿？我下午想请个假。请假？干什么呀？我要跟沈欧去领证。怎么了？不行吗？小常，这件事情你能不能缓一缓？为什么？有些事情我需要去确认。我结婚，你要确认？不是，你要确认什么呀？你这人怎么管闲事管得那么宽啊？反正我不管，你就算我旷工，扣我工资就行。杨小晨，你能不能就听我这一次？就这一次。不能。喂。好，那就周5下午。不行，不能来我们公司楼下，我把地址发给你。再见。你好。我们现在该干什么呀？我也第一次来，你问我。来，排队先。你好。是不是得拿这个表啊？表在哪儿呢？行，快来，那边很简。表啊，不管，先那个证。啊，这我的。好的，去那边照相啊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。这是他的。哎，好的。这是我的。照片拍了吗？什么照片？那先去那边婚检，然后去那边拍照，好吧？好了，谢谢啊。来。谢谢。婚检。我们自愿结为夫妻，从今以后，我愿意用坚实的肩膀负担起你一生的幸福。我愿意用一生的柔情构筑起你爱情的港湾。无论环境是好是坏，生活是富贵是贫贱，身体是健康是疾病，事业是成功是失败，我们都会相互支持，所有困难一起承担，所有快乐共同分享，相濡以沫，忠贞不二，
不离不弃，白头偕老，直到永远。想想，今天是我们结婚的第一天。虽然这个蛋糕有点土，有点小，那你就将就一下。等我以后自己赚了大钱，我一定给你准备一个最难忘、最浪漫的婚礼。到时候把雨神、魏头，所有人都叫上。到时候我再定制一个10米高的大蛋糕。10米高得怎么切？你是让我站在你肩上往下咔的切吗？那好像也不够啊。小小，我们真的结婚了吗？对啊。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叫你老婆啊？不行，我得练习一下。老婆，你别笑啊！我重新来。老婆，我们结婚了！我们结婚了！我现在是他的人了！我们结婚了！我们在一起了！我们结婚了！喊什么喊？结了婚赶紧回家，别在这儿吵！结婚了还不让喊？对。小小，我们真的结婚了，我们以后再也不会分开了。这辈子都不分开。老婆，哥。接下来我会对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，对不起。好，没关系，坐吧，下不为例啊。接下来我会对各领域的投资项目做一下综合的评估。商业用房的供求矛盾现在是比较突出的。其实，在前几年经济过热的时候，商业用房还是比较畅销的。但是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，这几年处于下降的趋势。但是商业用房的住房面积又不断增加，就加剧了这种供求关系的矛盾。所以我建议，我们的项目重心应该从房地产行业转向于新兴的互联网金融行业。好，就这些。你还有要补充的吗？没有，挺好的。好，那就散会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迟到了，把东西收一下。哎，放着，我来收。哎，潘达，程总下午什么安排啊？程总，我看一下哈。下午2点，爱因斯坦咖啡厅，深思集团董事长。哦，谢谢。我知道您一直都很关心我，我和沈侯之间就只是需要磨合，我们没有任何原则性的问题，所以我有我自己的想法，我也有我自己的解决方式。那要是有呢？有什么？原则性问题。我跟沈侯要去领证，这件事情你能不能缓一缓？有些事情我需要去确认。安，问一百问，
程总，我们到了。程总，哎，老李，半个小时之后来接我。好。哎呀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程总啊，你打电话约了我好几次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我谈，可我一直工作上太忙了，实在抽不出时间。本来应该请你去公司的，希望你不要介意这个环境。有什么事情说吧。既然侯总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其实我只想知道，你反对沈侯跟严小晨在一起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？哎呦，我真的是没有想到，你约我来谈，是谈我儿子情感的问题。那也好，我也就直接回答你，他们两个在一起不合适，门不当户不对，你觉得这理由还不够充分吗？充分，很充分，但充分到步步紧逼，不惜毁掉儿子的前途，也要拆散他们，这就不太正常了吧？你说什么呢？侯总啊，您不是无知妇孺，您白手起家建立起一个商业帝国，如果不想他们两个在一起，应该会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拆散他们。但是现在您的手段太激烈，也太着急了。哎呀，我说小程总啊，你的这些话呀，倒真引起我的好奇心了。你为什么会对自己手下的一个普通员工的私事这么感兴趣呢？好，我明白了，你是在追求严小晨是吗？那我拆散他们两个，正好成全你啊。是这样的，我觉得你行事不太正常，当然也想帮助小陈，看看从别的什么方面可以让你们同意，所以委托了我一个朋友调查你们。什么？但没想到查到了一些我不该知道的事。你过分了吧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沈侯跟严小晨是同一届的高考生，对吧？对啊，他们是同龄人，是同一届高考生，而且还同上一个大学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仅仅只是如此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希望您不要误会，其实我来这儿的真正目的，就是希望你不要再阻止他们，让他们幸福的在一起，给他们祝福。我明白了，你今天是来当说客的是吧？而且代表严小晨一方。但是小程总，有一点你必须明白，他们俩将来走不走到一块儿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，跟你我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尤其跟你。侯总，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我已经知道全部了。你是在威胁我吗？当年沈侯的高考成绩根本不如严小晨，但他却能考到华大的国际贸易系，而严小晨最后却掉了档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因为你侯总找人在中间动了手脚。你不要再说了。我不说就可以当这些事情没有发生过吗？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现在就想知道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啊？严格意义上来讲，严小晨是破格录取的，因为他的分数和志愿没有任何问题，就算被顶了名额，查下去，学校也只会让他入学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还让我继续说下去吗？接下来的事情，我告诉你吧。我当年托人找了招生处的老师，希望找一个人跟沈侯调换一下专业，可是不晓得怎么搞的，阴差阳错出了岔子，
怎么就让严小晨掉档了呢？更离谱的是，他的爸爸不依不饶，执意要找学校讨个说法。结果没想到，路上出了车祸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真是造物弄人呐！为什么偏偏到现在，让严小晨跟我儿子走到了一块儿？沈侯知道当年发生的事儿吗？不，他不知道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相信严小晨和他母亲是绝对不会原谅我们沈家的。所以你明白吧？为什么到现在我想尽办法就是要阻止他们两个在一起？我就怕日后万一他们生活在一起，早晚他们会知道事情的真相，那怎么办？两个人非痛苦死不可。与其那样的话，长痛不如短痛，还不如让他们现在就分开。我已经无意当中对他们家造成一次伤害，我不想让他们母女两个再受第二次折磨。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？我情愿做恶人，我情愿牺牲我儿子的幸福，我情愿让我儿子恨我，我都不能让他们在一起，你明白吗？您说的我都明白，但现在已经晚了。他们不会因为你的阻拦而分开，不光是您，任何人都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结婚了。不可能，这是不可能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沈侯是瞒着你，跟小陈秘密登记结婚的。总而言之，现在不管是我对小陈，还是您对沈侯，我们能做的就是什么都不要说，也不要刻意阻拦，否则我能被你的行为逼着去查明真相，他们也一定可以。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把这个秘密封存下去，只要永远不让他们两个人知道，就不会有事。但愿如此吧。我已经都知道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严小晨，你听我说。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严小晨。